交友暧昧引男入室毁婚姻。他问我愿不愿意为他去跳楼。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因为你给我破坏的。我跟一个人一直保持亲密关系，但是我一直在半推半就。隐身2年，全身求退，男子纠缠不休。我从一开始都没喜欢过你。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暧昧惹祸，偏执背后是非多。情不自禁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留下罪恶的理由吧。我才是他的男朋友，他现在跑去跟别人在一起，我对他这么好，他这样做对得起我吗？那我跟他早就没什么关系了，他凭什么现在也跑出来干扰我的生活呢？吴倩和男友从上海回到成都准备结婚，却不想此时一个男人冒了出来，并自称自己才是吴倩的正牌男朋友。我躲了你整整2年，你突然这样子跑出来，阴魂不散的缠着我，我真的怕了。其实我也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我也不希望他过得不好。不管他之前怎么骗过我、伤害过我，我不怪他，只有他回心转意。看来这段 VCR， 我们知道我们的倾诉人小亮，他希望呢，你能够回到我身边，回心转意。大家觉得压力大吗？我们要听听看倾诉人自己的想法，欢迎他们2位。倾诉人小亮啊，这是吴倩啊，听听看你的压力是什么？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负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明明是她男朋友，他现在却要跟别的男人结婚。苏珊，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他说他是你的男朋友，不是吗？不是的。那他是谁啊？我也不认识他。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男朋友？我是她男朋友。拿证据出来说。就是3年前，我为了他跳过1次楼。哇！就是在2011年的冬天，我约他在火锅店去吃饭，然后我就想跟他谈判一下，就希望把我们的关系能定下来，然后他不同意嘛。我觉得我对他那么好，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结果他就说，他问我愿不愿意为他去跳楼。哎呀！我一气之下，我就跑到2楼上跳下去了，然后我这个手就受伤了。现在就是每到变天的时候，手就会很疼。你傻呀？一疼的话，我就会想起他，因为这个都是他给我造成的。这个就是你自己造成的，就是怎么会是我造成的？老天给你的惩罚，你对我的伤害远远比这个严重的多。这话怎么说呢？什么伤害？我对你什么伤害嘛？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因为你给我破坏的。什么是我破坏的？本来你们两个感情就不好。那是什么时候？我跟你说，1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是你对我没意思的话，我不会陷进去，不会那么。从一开始我都没有接受过你，是你自己会要缠着我的。第一桩婚事儿是吗？那又是什么时候？我老家也是重庆的，我就随着我老公去了四川广汉那边生活嘛。因为我老公是工程师，经常要出差。那个时候我也闲得挺无聊的，我就在我当地开了一家做装饰材料的门面。在我开张的那天，我就认识了做装修生意的赵小亮，那个时候他刚好就是26岁。你那时候多大呢？我29岁，我比他大3岁。后面他就带着他的朋友经常照顾我的生意，还经常跑到我店里面来教我做生意的一些经验嘛。哎，那为什么会那么殷勤呢？我觉得她老公没在家，看她一个人还是挺可怜的。你有点啥意思呀？同情她的。反正就是对她还是有一些好感嘛。他反正就是说频繁的在我店里面来，但那期间我店里面也出现一些问题，由于我自己的经营不善，经济方面就出现了一些危机。当时因为手里面的资金也特别少，他就挺身而出，就拿出了他的1万块钱，帮我渡过了难关，的的确确让我真的很感动。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还是真的挺不错，我就约了他还有我的几个朋友去酒吧聚会嘛，大家就玩得特别尽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一表人才了，怎么还不找个女朋友呢？要不要吴姐帮你找一个？他当时可能开玩笑的话，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他就说吴姐可以啊，你要给我找一个像你这样成熟稳重的，要不你就做我女朋友吧。我说怎么可能呢？你明明知道我是结过婚的，还有我也比你大3岁。如果说时光可以倒退几年，或者说我再年轻几岁，也许我会。其实这个年龄不存在的，只有2个人喜欢，这个根本就没什么。你认为不为什么，但是我肯定不会那样去想，我也不会接受你这段感情的。但你这话会让人产生很多浮想联翩的事儿啊。也许是我当时处理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在当时小亮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印象？我就一直把他当作是我的弟弟在看待。
我感觉他也对我有好感。你认为他哪些地方给了你暗示或者是好感？我们在一起接触时间比较多嘛，就经常出去看电影了，喝咖啡喝茶，到处玩儿。是单独的吗？你们2人？对。我当时也想了，我身边的朋友也比较少，店里面也没什么事情，大部分的时间我也答应了他的邀请。你没感觉到他频频约你到底店里头来谈所谓生意，是他有其他的原因吗？没有，我一直以为他把我当姐姐，因为之前我也跟他说过。会那么纯粹吗？后来我才真正知道他对我是有其他用意的，就是跟他出去了几次喝茶嘛，喝咖啡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是说很诚恳的跟我说：“求求你，你跟你老公把分离了嘛。”他说我2个在一起好好做生意，但我每次都拒绝了他。是斩钉截铁的拒绝？对，不是那样子的，我一点表情都没有，我依然的拒绝了他。我更不明白，这个男人已经3番4次向你求爱了，你俩还能坐到咖啡馆聊啥呢？让我跟我老公离婚嘛。如果说我不同意他的要求，他要去死啊，要去自杀呀什么之类的。威胁了你几次，以生命的代价来威胁你，要求跟他在一起？应该有5次。那这5次你都愿意挺身而出，愿意跟他2个沟通？我当时看到那个样子嘛，作为一个女人，就是说本来自己老公也没在身边，长期在外面，我看着他也挺真诚的哈，人也挺不错的，我就于心有些不忍，当时也就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你跟他这样的程度的交往的方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1年左右。1年左右。你们在接触这1年多之内有牵过手或拥抱过或接过吻吗？没有。有吗？这个是没有。这个真没有。最终这婚姻还是受到了这事儿的影响，是怎么回事？就是我老公嘛，他们就是要回老家去过年。当时我因为我店里面的一些生意的原因，我就没有回去，我就自己留在了广汉。我约了几个朋友在我家里面呢，就是说吃饭啊，我说打牌什么之类的，对，结果哪知道后面来的时候就有赵小亮，当时我朋友的面我也不好意思，就是说不让他进门。没约你，你跑来干嘛？这几个朋友叫我一起过去的。因为当天晚上我们玩了麻将以后，就是凌晨1点多钟，我朋友他们就说他们要回去了，他就突然拉着我的手，他就跟我说，最后我只想跟他好好谈一下。他说他要单独跟我谈一下事情。哪知道就是我朋友刚走的时候，我就突然听见我家的那个防盗门开了。我一看是我老公，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很气的那种，直接跑进了卧室里面。他就是急着掀开那个被子，他就用手去摸了一下。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别误会，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我说今天大家在一起就是说只是聚一下，我又没有主动叫他过来。他说吴倩，以前别人说你的什么流言蜚语，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你这个样子，我亲眼所见。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我也知道那种情况下的话，跟我老公再怎么解释，也相当于是自己在抹黑自己，他也听不进去。你们说这番话的时候，小亮在场吗？走了。她老公回来了，我肯定要走了，我也不能给他谈事啊。你纯粹就以无奈。就是因为那件事情以后嘛，我跟我老公2个的关系就特别僵，经常以出差为由不回家了。我也知道他一直在生我的气，没有原谅我，感觉这样子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就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你回家一趟，我说我们把事情好好处理一下。可能过了1个星期左右吧，他回家了。回家了以后，我一心的跟他说了一句话，我就说老公，我说我们把分离了嘛，我说这个样子我2个肯定也是不幸福的。还有之前我们这段感情也是我家人不认可的，毕竟你比我大了10岁。我当时跟他说了以后，我老公他就说，既然你想好了，那我也成全你。我挺舍不得我以前的家，以前的老公。那为什么离呢？就是因为我太爱他了，我宁愿自己现在选择不幸福，我也要成全他。别让他在单位上领导看不起他，所有同事都嘲笑他。那后来你做了什么呢？
反正就离开了我老公的家，我就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我就去了广汉的那个路面公司上班。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知道我离婚了，他可能也觉得是机会来了嘛，就给我送了1个星期的花，但我都没要的。我签收了以后，我就把它扔掉了。当时我就住在公司的那个宿舍里面的，有一天我就看到我那个窗子外面怎么有一个黑人老在那儿晃来晃去的。几楼啊？寝室在3楼。然后3楼窗外就有个黑影晃来晃去。他在阳台外面嘛。哎呦，你干嘛呢？当时的时候我就以为是贼自己进来了，我都很吓人的。最后我发现是他的时候是那次下雨，我看到他一直在外面淋雨。第1天我没有理他，第2天的时候我下了那么大的雨，我还是看到他站在那里。我当时就在想，虽然说我第1次婚姻是他给我破坏的，但毕竟他对我也是真情实意的。对于我来说，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嘛，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也孤独无助的。其实要是再找一个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就跟他说：“小亮，我说我原谅你了。我说要不这样子，你先回去，我们再慢慢接触看怎么样。”你跟小亮从此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了吗？没有。那为什么不在一起呢？因为我感觉他那个人太偏激了，太可怕了，做的事情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婚姻的破灭让吴倩意识到了自己的错，她后悔当初接受眼前这个男人的帮助。他后悔那晚在茶楼里没能在一口回绝赵小亮的示爱请求时，让他看到自己的坚决。1年的时间里，他有太多的后悔。可是知错的吴倩为何在2年之后仍与赵小亮有解不开的结呢？跟他接触以后，我就感觉其实我两个在一起真的不合适。说你其实好多女孩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喜欢你，你喜欢我，真是的啊！我就说你再找一个哦。他这个时候，但是我对感情很专一，他这个时候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他说骂你什么了？什么呀？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你以为你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你气了我，本来就说了实话，本来就是你在操什么啊？我长得我要你，没有人再敢要你了，还当时跟我这样子我哪里配不上你？真的，我当时听到他这种话，我心里面特别难受，而且说难受什么呀？他每次都是以死威胁我。我怎么威胁你了？你怎么没威胁我啊？你一会儿要去死啊？那个跳楼，那个是你，因为你自己气到我才这样做的呀。那个割腕自杀，那是什么意思嘛？割完了吗？割了。哎呀，我也想到了，像这么极端的人，有这么不靠谱的，肯定是不可能把终身器物我交给他手上的。我就一边安抚他的情绪，我就跟我在上海的姐姐打电话，我说让他在上海帮我找个工作，我说我要离开这里。他说行，他说你想什么时候过来，那你就过来吧。我当时其实心里挺高兴的，因为他太可怕了，我终于可以逃离他的那种魔掌。我就背着他买了票，离开了广汉，去了那个上海。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对你做了什么啊？我可怕？我又不是老虎。你可不可怕？你自己很清楚。在上海待了多长时间？待了2年。2年跟他完全没有联系？没有联系。这2年里嘛，我认识了我现在的未婚夫，他是成都的。我们本来决定就是今年5月劳动节的时候回来结婚嘛，哪知道他又找到了我，北方的主要我有事没事就缠着我，不让我结婚。怎么找到你的呀？你觉得有这么好的事吗？我一个朋友想把我甩掉，现在你要结婚，怎么可能？我才是你男朋友，知道要搞清楚。这边都没断掉，你另外找一个。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今天到这里来了，你都还一点觉悟都没有。我怎么人了？我本来就说的事实，好不好？我们都已经断了2年的联系，你断2年自己悄悄走的好不好？你又没跟我说分手。那这2年你做了什么呢？在？他走了之后，我在广汉找不到，然后在成都来找了还是没找上，最后我就在成都上班。2年之后，然后他就带了一个男的回来结婚，就是2年期间你就一直等于是在边工作边在等或者是找他，对，就是到处找他。你也没有接触过其他女孩？没有。你怎么找到他的？就是朋友跟我说的，说他就我一个朋友就说了嘴了，他回来了嘛，然后就在超市的地方找到他的。其实我跟他之前的一些事儿，我也跟我现在的未婚夫讲过。对，你现在未婚夫怎么看？现在的未婚夫也特别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嘛。他也没怎么怪我，他就跟我说的那个吴倩，只要你跟他2个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以后，我还是等你婚期我们再另外定。正因为我未婚夫的这一句话，我今天才有勇气站在这里。所以来这儿。也希望就是说主持人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各位嘉宾，帮我好好劝劝他，让他放了我。给我一条生路，让我自己选择我的幸福。好，听完了你们的故事之后，我们4位嘉宾要来帮到我们，接下来进入减压面对面。你们认识那1年多，确实什么都没有做过吗？反正有时候就经常一起出去嘛，做事没做过什么。你有过想要牵他手或者想要拥抱他这种冲动吗？肯定有啊。那
从来都没有得逞过吗？是因为他使劲的打了你，把你拒绝了，还是他说你不要碰我，你就没碰了？我打过他，一直都这样吗？是的，就是一个女人在跟你接触这1年半，从来都是用身体的状态来表示她不想跟你接近，但是他对我还是有好感，反正我们在一起都很谈得来。但这种好感并没有上升成为一个恋爱关系。但是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啊，就是喝咖啡啊，看电影什么的。但是你们从来没有以恋人关系出现在你们朋友面前。但我觉得我跟他两个一出去就是恋人关系。你以前有谈过恋爱吗？没有。你从来没谈过恋爱？没有。他是你的初恋？对。然后你到现在为止，你跟你初恋都还没有牵过手？是这样。因为那个他爸妈妈也是离过婚的，他跟他后妈关系特别不好。我在想他肯定是不是有恋不行的那种，他可能找个比较大一点的，会有那种安全感的那种。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知道这个男人在内心当中非常的自卑，他在你这里他想得到一点，就是你对他的认可，同样在你这里还得到一点，你给他更多的让他自卑的感觉。然后另外有一点，你说我可能在我前段婚姻关系当中我错了，我觉得真的有错的一点在哪？我说你是一个恋爱高手。高手在哪儿？不是说你真的思想高，而是你有时候方法用的真的很高。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常常讲谈恋爱要用欲擒故纵的方式，就是我没有啊，你做到了，但是你不知道你做到在哪里。我跟一个人一直保持亲密关系，但是我一直在半推半就。女人看起来好像在拒绝男人，其实给男人无限可乘之机。他的思想当中，他就认为你在行为上跟我有表达了，你在态度上跟我有暧昧了，还在语言上对我有关心，所以你是爱我的，只是因为你有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所以你不敢跟我在一起。所以他一直会在头脑中构造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你们俩的爱情关系。所以我说你真的算是一个这个方面来讲是一个恋爱高手。但是如果你在今天或者在未来你还不能去断绝这种跟他的暧昧关系的话，你可能真的会导致未来你恋爱的不幸福。其实很多时间都是我都想躲他，但是没办法，都是他来找我的。我缠着你，如果你不喜欢我，我会喜欢上你吗？我哪有喜欢你？我从一开始都没喜欢过你。没开始没喜欢上，我怎么会那个？你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跟你说，你不要像皮球一样，想要就要想抓，不可能的。我跟你说，人家现在已经有未婚夫了，那你打算怎么着呢？不可能让他结婚。你要怎么着啊？要让他分手跟我在一起啊？凭什么呀？凭什么？本来就是他根本就没跟我分手，然后悄悄跑掉的。他就是要跟别人结婚，你能怎么样？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你说不让他好过，你指的是什么？你已经是在媒体上威胁他人生命安全了。我想问你，你所指的不让他好过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不可能让他结婚。你怎么让他不结婚？他今天就得去注册，你能怎么样？今天到这个舞台来了，就好好谈问题，别跟我来混的。来混的就直接去公安局，我们这是讲道理的理。你耍无赖有什么劲呢？我不是无赖，本来就是事实呀。他悄悄离开我走的，知道吧？那是你的问题。怎么是我的问题？人家想要结婚是人家的法律赋予人家的权利。他如果不喜欢，当时就不应该跟我好，知道吗？现在把我现在就想甩就甩，怎么可能呀？他现在就想把你甩了又怎么地？甩到也经过同意才行啊。甩了还要经过你同意？是啊，我不同意就不行。哪条法律规定的呀？我不管这么多。小亮，你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吗？心理专家呗。对，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病了。我觉得我没病，我觉得我是正常的很。你这种病叫做偏执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表现在恋爱过程当中的症候群包括以下几点：如果对方不随从自己的心愿，用自残或者残对方的方式来威胁对方顺随自己的心愿，比如说从2楼跳下去和踩一个酒瓶子拿玻璃拉自己的手。如果说对方声称不爱自己，而自己希望对方爱自己，就坚定地认为对方必须爱自己，跟你表现出来的一样。如果对方执意要离去，甚至会出现威胁什么我要打你杀你全家，甚至会出现又跪又求拿脑袋撞墙大嘴巴抽自己等等轻躁狂状态，有过吗？有过。所以我告诉你，小亮，你病了。现在你和任何一个女性组成家庭，你现在的偏执型人格在以后的家庭生活当中可以变成家庭暴力隐患，而且如果不加遏制不加扭转，小亮，你以后会逐渐出现轻躁狂状。你不要以为你在现场所有的表现都是正常的。接下来
我就以心理医生的身份告诉你，你病了，你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人远胜于需要对面那个女人。我从来不在电视平台上给任何一个人做类似于刚才这样明确的诊断，因为节目播出会对被诊断者有影响。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今天你来到大声说出来，你有可能当场就现场开始逆转你的偏执型人格。我就问你，你认为他有可能爱你吗？我觉得别想你愿意什么，现在你告诉我，这事儿有多的把握，有多的希望，你现在告诉我。希望不大。好，但是有件事希望很大，一会儿掉头自己走，你爱跟谁结婚跟谁结婚，你把这个女人，你把前面这段事儿放下，对你有好。这么大一个魔障，如果你能自己放下，你能让我们这行的人失业。你那离婚是净身出户吗？哦，对了，你丈夫也没给他给过，但我没要。啊？当时我跟我老公谈的时候，我就说，是我对不起你，我什么都不要。你哪里对不起他们？精神就是就是你精神方面。认为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出轨，对，精神上是其实有出轨的。我当时的时候认为全是我自己的错。其实这事儿到现在唯一让我欣慰一点的就是他们俩之间至少肉体关系上还纯洁，至少他们还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但是这种所谓关系上的纯洁并不能够掩饰他们俩的罪恶。这两个人都反反复复地说3个字，没办法。女生说没办法，她老跪下；男生说没办法，我就是喜欢。这没办法用通俗一点的词语来解释，其实就是情不自禁了。但情不自禁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留下罪恶的理由吧？我不可能说我今天我情不自禁，我看到龙影我就想亲他一口，我就可以亲吗？任何一个成人都是对自己应该有约束能力的。我不能说我动不动我情不自禁，我看见谁家老婆好，我就要拆得他们俩离婚吧。毕竟人家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任何东西都无视于法律的存在的话，那我想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乱。但只是你们俩之间的这种情不自禁有点不同，就是刚才雷老师所说的态度，或多或少他认为男生的情不自禁有点病态，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而女生其实是可以的，但她放纵了自己，这一点她比男生要遭恨。其实女生你好好想一想，你生命当中遇到的这3个男人，没有一个是真爱你。你的第一个丈夫没有抓到你的任何证据，也没有试图去挽回，也不常回家关爱你，说离婚就这么离了，还让你净身出户，你说他能有多爱你？你找上这第2个吧，其实也就是一种占有，也谈不上什么爱。你找上的第3个现在即将要结婚的丈夫，我觉得他也没有多爱你，没有多勇敢。他要是真爱你的话，他今天哪怕不上台，他应该来到台下，生怕你在这个纠缠你的男朋友面前，万一要是受了伤该怎么办？所以他也不是怎么爱你。这3个男人都不怎么爱你，你有没有想过原因？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老招惹这样的男人。第一就是没有原则，老公不在你就孤单寂寞冷。也不是这样的呀，是他来招惹我的。对呀，他怎么不招惹别人呢？那我也不知道。那我想请问你，那是不是一个下次再出现这样一个男人，而且还动不动就向你跪下，你是不是又心软呢？我会，因为经过这次以后，我肯定会就是说，我衷心的希望这样。谢谢。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跟你说这个的时候，你还在反认，你还在把问题推脱给对方，而没有说自己是个没有原则。第二，你还自私。其实你对他是有部分的利用，不管是寂寞的利用他来对自己精神安慰，还是那个1万块钱的燃眉之急，你是有利用他的元素的。还有第3个，你还不诚实，所以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招致这3个其实都不太爱你的男人。你们2人虽然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其实真正受害者还有另外2个人，是你的前任和你的现任，那2个人也是受害者。小亮，
一会儿选择权就在你手里。你掉头放弃你对面这个女人，你就把自己赢了。如果你依然要跟对面这个女人置这口气，她一定会离开你，你输给她。你是自己赢了自己，你还是自取其辱再输给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小亮？你明白吗？你看着我。明白。你明白啊？今天这对我不是场录制节目，今天对我这是一次心理咨询。好啊，一会儿你自己选啊。嘉宾都掏心掏肺的了啊，我能感觉得到。那于倩，你对小亮说你现在认为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未来你希望是什么关系？我现在还是把他当弟弟看嘛，以后也就是说成为最好的朋友，就是普通的朋友。好，那接下来请吴倩去到密室当中。最后呢，我们也要请到我们的倾诉人登上大声台，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哭了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吴倩，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我会对你一辈子好，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求求你了。我刚才听到你的说的一番话，让我真的很感动。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现在真正找到了我的幸福，也找到了爱我的人。如果说你真的爱我的话，就请你放了我，我也希望你幸福，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如果你们希望小亮继续在舞台上坚持选择要和吴倩在一起，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如果你们希望小亮转头就走，吴倩也可以重找自己的幸福，请你们在表决器上按反对键，请按键。94%的观众真心的希望你们好好各自生活。那最终小亮会怎么选？待会儿会为你升起选择柱，你有10秒钟的思考时间。来，请为你升起选择柱。请选择。本节目由海伦凯勒眼镜特别支持。请选择。请选择。The seasons change, sad how the feelings go away. We were in love, it's over. 刚才在他摁下选择柱的那一瞬间，他其实错过了一个最好的自我创越的机会。你以为你追着他，你是不放过他呢？小亮，真正你没放过的人是你自己啊！我祝福他吧。不是小亮，你说这句话，我不会跟你做普通朋友，但我会祝福你。
是啊，我祝福他，我肯定不愿意跟他做普通朋友了。我们祝福你，小亮。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你说他过不过分？难道我们忘了我们曾经的共同目标、共同理想吗？我知道现在公司是很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2个人和和睦睦，共同努力，公司一定会好起来的。现在去上班还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公司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并且公司这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业绩可言的。你觉得公司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他贪玩而一手造成的？我有认真想过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合作了。我希望你不要冲动，考虑清楚再做决定。请你想一下我们之间8年多的感情，还有我们曾经规划过的未来，请你不要放弃公司，不要放弃我们之间的友情。请你不要放弃公司，不要放弃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们4位嘉宾一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接下来我们把倾诉人请上场，欢迎他们2位。司徒月和邓佳杰2位都是来自广州。先问一下司徒月啊，你刚才一直在讲不要放弃咱们的公司，不要放弃咱们的友情，这话从何说起啊？闹矛盾了？就是我们公司都合作了2年了，他最近闹别扭，不理公司不顾公司，还提出跟我要散伙。我就跟他说，我们这么多年友情可以解决嘛？多少年的友情？8年多了。8年多啊？对，我好心找他沟通，他还发脾气骂我一顿。骂你什么？就是窝囊废之类啊，只顾着泡妞啊那些之类的。我觉得公司今天这样亏损，完全是因为他乱的搞男女关系而造成的。你这个说得负责任的，不要乱说。不是，还说没有？下一次我们一起约了一个老客户一起吃饭，别人把妹妹一起带过来一起吃饭，他非要跟人家的妹妹一起谈恋爱了。不是，这个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啊。可是不到1个月他就跟人家分手了，这不合适得分嘛，搞到老客户关系没了，合约这样也谈不成呢。什么叫做我非要跟他谈恋爱？是他喜欢我好吗？有吗？他有公主病，你是知道，他每次见到我他就要随传随到，我受不了，我快被折磨疯了，我当然要跟他分手，我受不了。这差不多跟客户谈恋爱有风险，爱情不成生也没了。我当时有劝过他的，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跟谁谈恋爱都可以，但这是老客户的妹妹来的，我们要谨慎一些处理的，对，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利益。这个老客户很重要吗？这是我最大的客户。最大的客户？对，最大的。大概是你经营量的多少？大概是我经营量的60%到70%。他们分手之前，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先不要分手，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嘛。把生意搞到手，咱再分。我觉得这是各自各的，公司归公司，女人归女人，你公私不分，你混在一起说的。那为什么后来客户连你电话都不接呢？是不是他也认为你在玩弄他妹妹感情呢？我们这么辛苦维系的客户关系，就被你给弄毁了，你知不知道？我也不想，你这不能怪我啊。可能司徒最开始在想哈，为了能够亲上加亲，夯实这门生意。他那副德行我还不知道吗？哪个的德行啊？还有一件事，公司前阵子就来了一位新的女员工，还挺不错，长得身材不错的。是你觉得还是他觉得？可是呢，不到几天，他们就搞起暧昧来了，这样公司能好吗？那是他喜欢的，我只是说他身材好。可是呢，他说公司里面最好不要谈恋爱。对对，这没错。我为了公司利益，我放弃了追她了。可是有一次我就看见他跟那女孩就在公司外面那个草坪座椅上一起吃午饭，你怎么解释？那是误会。他那天说做什么爱心午餐之类的给我，说做到凌晨了。他这么辛苦，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推却。他那天也跟我表白，他说他喜欢我，我是因为你我才拒绝他的。哦，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他其实不做了。这么好这么上进的女孩子也被你气走了，对不对？我长得帅有错的。你总是说自己帅，经常就去夜店去酒吧，还有一次他喝醉了，第2天没有跟客户去签约，收到这通知第一声就赶过去了，
结果呢，客户嫌我没有诚意，见不到他，就是随便找一个人顶替过去，而且那份合约很多细节我都不知道的，结果呢没谈成呢，泡汤了，又搞砸了。那真的是意外，那真的是意外。就是我前天晚上我去喝了1点酒，那酒假的有问题。嗨，我第2天我头我疼的我都起不了床，你能体谅一下吗？那我跟你提倡公司意见的时候，你没有采纳，那也算了。每周一公司会议的时候，你怎么都没有去，而取消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公司里面，什么烂摊子都是我收拾的。而且在外面随便的把我就当司机一样呼唤，在女人面前更离谱，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跟班，而他呢，就去做那些最方便最简单的事情，比如啊，签约的时候已经谈妥了，就签个字就行了。老板嘛，我也是啊，我跟他一起的。你们都是老板？对，我们当初是2个人一起合伙的，是没有分大小的。股份合作？股份合作，对。你吃多少？我投了15%，我出了大约是85%。虽然是我占大部分，但是我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就是挺和睦的，没有什么。就是8年以来，作为朋友都挺好。对。结果在一块合伙做生意就出问题了。我真的觉得公司今天亏本，完全是因为他贪玩造成的。有好的时候吗？咱这公司？刚开始公司比较好的，我们运营的比较不错的。那一般来说，这个公司的经营谁拉的业务更多一点呢？老客户主要都是我去拉拢回来的，都是我爸跟我哥的朋友。这个公司谁最开始有想法来创办它？是你？是我。司徒哈，你刚开始有没有想到跟佳杰要一块合作呀？想开公司，我第一时间我就是想到找他帮忙。你是觉得是照顾这个朋友的感情呢，还是发现身边有这么一个可以跟你一块做生意的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信任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是8年多的友情，而且我们一起经历过太多事情了，真的，我开公司我第一个就想到找他。司徒月口中8年的友情就是他们公司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份情，他可以不计较股份，可以不计较钱，甚至可以在好友面前不拘小节。然而，佳杰似乎并不认同。从一上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的只有事没有情，因酒误事不讲情，干涉办公室恋情不讲情。他的眼中似乎只有公司，没有兄弟。难道在佳杰的心中，友情就是公司的大忌吗？既然这样，那为何当初佳杰却要借兄弟情分的名义一起合伙办公司呢？接下来，面对司徒月的友情重提，佳杰又将为自己当初的想法作何阐释呢？我知道我自己的家庭不是那么好，就是普通家庭。我也知道他爸爸是个做珠宝生意的，我也是想着多点跟他学习一下怎么样做生意。可是呢，我逐渐觉得他比较贪玩，越来越不上进。公司呢又不管理，又得罪客户，关系维系一直都是我在做的。我一直都联系了他们，老客户都很信任我的。而且我在公司里做了之后，很多客户都是我自己找来的。现在他连公司都不管，我觉得根本不负责任，他一点长进都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各自做各自的，总比现在一起合伙开公司继续错下去好吧？邓佳姐，你现在就翅膀长硬了，会飞了。公司不顾，我们友情也不理，你有必要在这困难时候抛弃公司吗？抛弃我们这段友情吗？你认为你一个人能把公司搞得好吗？公司现在就亏本了，这能怪我吗？我觉得我已经有做到我应该要做的事。我在想，会不会是我只有15%，分红也只有15%，完了我还做这么多事儿，会不会心里有点失衡？不，分红不是他不是15%的，我都是跟他平分的。是谁提出的这个主意？是你还是你？是我提出的。你提出的，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他是我好兄弟，跟亲兄弟一样。假如公司真的能赚钱的话，我真的没所谓。我认为他根本不适合做生意的料。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在你看来？
如果他一直是这种状态维持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谈的。你觉得你需要他是哪种状态？我需要的是他那时候我认识的他那种坚强。你描述一下给我们。以前我跟他哥们的时候，他为了一件事情永不放弃那种精神，他可以熬夜不睡觉去完成的。可是他现在就变了，完全是。给我们讲一个你记忆当中非常有好感的一件往事。那时候是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可能是比较拽的那样子的，少不经事儿。对，就是有人看不爽我们，然后就6、7个人就把我们给抓起来了。然后他就2声不顾的，他冲上来了，就为我挡，他们全都打在他身上了。对，我们一起去打架，他替我挡几拳，我也替他挨一刀，我的疤痕还在。但是到现在，他可能觉得，他可能不需要我了，他可以自己出去另起炉灶，就不用再他所想的当我的小弟吧。好了，听了2位倾诉人的话，接下来我们听听嘉宾的意见，一起进入今天的减压面对面。你们最开始你说有盈利的，对，那会儿赚多少钱啊？1个月大约能赚到7到10万。现在是亏了是吧？所以在亏损过后的时候，你们的矛盾就出现了。之前不会有这些矛盾。之前的话可能是一点一点积聚吧，我觉得他是。但他之前从来没有跟你抱怨过，只是偶尔抱怨一下，说一下，但是没那么大反应的。可能在同甘的时候，有些矛盾被掩藏下来了，但是在准备共苦的时候，矛盾被放大了。对，这个东西是一个管理学上的老话题。为什么用古惑仔的义气变不成李嘉诚？他们以团队的名义经营着一个团伙，一个公司一个团队是有制度内的沟通渠道的。他们俩完全不是，他们俩从小就是出去一起瞎折腾的哥们儿，实际上变成了公司之后，依然是个2人小团伙。就是当我们是一个团伙的时候，可以在团伙的义气之下，我们挣到一些钱。但是当我们这个管理模式该往公司变的时候，我们没往公司变，慢慢就该散伙了。司徒月，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所有的你最开始认为好的人都在慢慢离你远去？好像所有人只要跟你亲近，他们最后都会觉得跟你没有办法相处。我抛开公司不谈，我觉得至少在做人方面，你有没有想过我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最开始大家都很认可我，而一跟我接触深了以后，都会开始要远离我？我知道我自己很不成熟，甚至很幼稚，我的情商也不高。假如我情商高，就不会像老师所说，这么多女孩子离开我，朋友也离开我。但是你跟我一起这么多年了，你都知道我是这样，你可不可以迁就一下我？你这种态度的话是完全不适合做生意的，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知道我是有问题，但你总得给点时间我改嘛。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能改吗？太穿越了，真的。我觉得你们俩特别像情侣吵架。分了吧，没必要在一起了，真的。但是我脑子当中想的最多的是《中国合伙人们》这部电影嘛，不管是从该做朋友、该怎么维系朋友关系，还是该怎么经营公司，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有很多可学的部分。对，但是他们俩太纠结于这些男男女女之间的那些事儿了。做生意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男孩可能相对理智一点，这个孩子可能还是需要成熟一点。我首先确定一点，我本人非常讨厌一个人借自己的工作之便乱搞男女关系，这是最恶心的一点。接下来针对于友情，我说3点。第一，婚姻需要门当户对，友情同样如此。有钱人可以大大方方的小气，没钱的人却只能小心翼翼的大方。有钱人可以无忧无虑的潇洒，而没钱人只能节衣缩食的奋斗。这里面含着一个自尊的问题，关于富人与穷人的自尊是不一样。无论是富人的一掷千金，还是穷人的最后一个铜板，它意义都不一样。
有钱的人他基本不是太在乎所谓的尊严，他不缺，他缺的只是同情。所以有钱人往往很自恋，就像你，我帅呀，有女人喜欢我呀，你根本不缺尊重，你缺的是同情。而没钱的人往往就特别在乎尊严，因为他缺这个。就像你把我当司机使唤，你85%，我15%，我该喜欢的女人我就让给你，所以他特别的自卑。朋友之间是一个施与舍的互相的交换过程，而交换的基础是平等。缺乏了这层平等是不能做朋友。没错，你们做了8年的朋友，但这8年是在学校里，你们之间的财富的差距没有带来太多的有关尊严的问题，但是进入社会之后，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所以说友情一定是需要门当户对的。第二，刚才说到中国合伙人，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不要跟自己的丈母娘打麻将，更不要跟自己的好兄弟做生意。做生意是一个获利的过程，中国人经常说亲兄弟明算账，但是明算账的基础是每个人都能客观地判断自己的能量以及对公司的付出。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真真正正地判断自己对公司付出了多少？都认为自己对公司付出的是最大的，更何况你们2个毛头小伙子，怎么可能客观地判断自己？就像他所说的，老客户都被你得罪光了，新客户都是我找的，你一天到晚都玩去了。但事实上是这样，这个公司更多的基础往往是这位兄弟的基础。他虽然每天在外面玩，但是他对公司也是有贡献的，但是你看不到，你的眼光都放在他乱搞男女关系这一点上。那与其如此，干嘛要绑在一起做生意？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第三，有关于友情和爱情，我经常说，友情是爱情的前奏，而爱情一定是友情的终结者。更何况2个好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居然出现了什么我让你，你让我的问题。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2件，第一是自己的亲人的逝去而无法挽回，第二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躺在别人的怀抱里。友情和爱情是绝对不可能混为一谈的。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一起好好的做朋友的话，就一定要成熟，要成长，只是这个过程很艰难，这几乎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做好兄弟还有可能会因为人性的成熟而可能在一起，但是做生意就免了吧。但是从我这方面，我很希望你们2个能把这个生意做下去。我们做公司就以公司利益为最大化，你们会把自己的私益放在一边，只以公司为最终核心。那你们可以共同制定你们的目标，共同制定你的想法。只有一点可以作为基础，你们2个人可以一个人做所有人，另外一个做管理，但不可以2个人一起做管理。对啊，你可以一个做股东，另外一个做管理，这是可以的。那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不如是自己开公司，然后现在公司做了2年，你舍得把它放下吗？如果你轻易就把这个公司放下的话，你付出那么多心血，付出那么多劳力，你就一拍两散了。对于佳杰来讲，如果他要另开公司，他并不是白手起家哦。我是有很多客户都有跟我联系的。那跟现在的公司有什么区别呢？你非得把兄弟之情拆散吗？你没发现吗？这位大哥在乎的不是钱和公司，他在乎友情。对啊，他更多的在乎的是钱，而不是友情。他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怎么可能在一起做生意？现在你把他们2人非要绑在里面，他们永远看不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抽离。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我知道有时候我是挺任性挺少爷脾气，但是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你忘记了我们曾经的梦想吗？我请你不要放弃公司，不要放弃我们的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想一下，我们以后的路要怎么走。究竟我们现在这样做到底是正确呢，还是错误的？我也珍惜我跟你之间的兄弟情谊，我会认真考虑一下的。现场的观众，你们看到两位情深意切的兄弟因为合伙开公司而出现的分歧，你们怎么看？如果你们支持司徒月继续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争取挽回这个公司，挽回他们的友情，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如果你们觉得他们俩不要再合伙做公司，那么请在表决器上按反对键。来，请按键。现场还是有过半的观众不太赞同你们俩继续合伙开公司，但是司徒月会怎么选？司徒月会再有10秒钟的思考时间，这个过程将为你升上选择柱。来，请升起选择柱。请选择。Once in a while I dream. Once in a while I think of you. 不要相信友情有多么伟大，但并不是意味着友谊之树不可以长青，只是我们有的时候对友情要求的太多了。我们要更多的有一些宽容和包容在当中，也许我们那些朋友不会离我们而去。没关系，小伙子啊，自己按照自己的愿望好好走下去。当然，公司可以不在一起合伙，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8年的好朋友还是得继续做。祝福你，再见。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